今天我们要来做一款烟雾玫瑰。好，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在纸上面去画两个长方形画两个长方形，一个是大拇指，然后一个是无名指。先讲一下它的一个构图啊，因为今天我们用到的是这个长椭圆嘛，所以说就画的是长方形。然后首先的话，我们先把大拇指分成这样子一个斜法式。对，画一根斜线分成两块，然后无名指的话，我们去画一个 U 型的高位法式，就画一条线就好了。好，然后大拇指上面它的一个构图，我们就这样子给它分开。然后在左上角中间区域画一个区域出来打个圆形，然后再画一个小一点的圆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图也就是那两个花卉的一个摆位，它是呈主次叠加这样子的一个技法。这个技法的话，我之前在基础课的构图课里面有讲过关于主图的一个构图，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画两朵花不管是两朵什么花，有两朵的并排的时候，它的一个就是要点是什么呢？首先一大一小，然后呈这种主次叠压的这种技法，就是大的压着小的那一个，有一点斜，不要竖排你们可以看一下甲片上这个一大一小，然后玫瑰压着下面的那个五瓣花，成一种叠压的一种形态。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给它画一点叶子往左上角然后还有下边就是顺着边缘往我们的指尖左下角给它延伸，甚至两个主次叠加两个花卉相交接的这个缝隙里面，我们可以给它画点叶子出来做一点延伸，然后也可以往它的右上角的位置画两片叶子去做一个轻微的延伸。那这个就是我们大拇指上面关于主图的一个构图。在我们的甲面上的话，整个就是占了一个斜法式这样子一个空间，然后另外一边空间里面我们就要去画上蝴蝶结，到时候再去详细的讲解。然后无名指这个镂空法式线上面，在这个法式线的中上的位置画一个主图然后中下的位置画一个次图，可以大一点，主图那里也是呈这种主次叠加，大的压着小的，而且是呈斜向摆位，不是竖着一高一低一左一右这样子斜向的去摆。然后叶子的话，就沿着我们这两个法式的边缘法式线条这个边缘往我们的左上角和右上角这两个空间去做一个延伸。延伸的时候，叶子越往尖端走越往上越小，呈这样子一个 U 型的法式镂空法式线。然后花卉相交接的地方，那个缝隙里面也可以再给它延伸几瓣出来。好，这个就是大拇指和无名指的一个构图。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去讲一下细节一点的地方了。比如说，首先我们要把它的这个主图给它拎出来，给它讲一下。主图这里的话，用到的就是我们之前基础课里面也说过的玫瑰这里的话我不会再就是去很详细的去讲解玫瑰怎么画了，但是我们就回忆一遍它的一个基础形态首先我们需要在中间画一个圆儿，画个圆圈圈，就这样包裹起来。然后它的花瓣的话是呈包裹式的，所以说第一个花瓣是在前一个动作它的收尾的这个地方稍微超过去一点点，跟它进行一个错位的叠加视角然后第二个花瓣同样也是在你前一个花瓣的尾巴的地方是记住是在前一个花瓣的尾巴的地方1/3的位置去进行相交接。对，这样给它画过来。然后第三个花瓣同样也是在前一个花瓣的尾巴超过一点点，超过1/3最好。好，然后这样给它包裹起来，然后呈这种叠压式的线条都是这样，一定要有这种交错有相交错的地方。然后呢，也不要交叉，就这种有一种平行交错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就我再示范一下，这种就是错误画法，就画成一个螺旋啊，或者是在交接的时候花瓣头连头尾连尾，这种它没有交叠的感觉，这种也是错误的画法啊，一定要每一个花瓣要有一种交叠的感觉。这画的太尖锐了啊！如果说把花型画的这种很尖锐的这种感觉啊，然后交叠的这个地方又很小，这种也是错误的。花瓣形态呈一种 C 弧，而不是打一个尖尖。然后再来讲一下刺图，这个图案是我们画一个基础花型五瓣花，花瓣呈一个水滴形，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你只要排够5瓣就够了啊。然后也不是说你一定得要画的非常的标准，花瓣的边缘如果说不够圆润啊，有一点就是不规则，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这里稍微画歪了，我们可以重新演示一下，可以擦掉重新画。但是其实上甲片之后没有那么多，就说一定非得要画的很标准，不用，只要因为我们那个在赤甲的赤图的那个位置啊，它是被玫瑰挡住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可能只能画出一半的位置来。你如果说在纸上练习的时候，你可以先定5个点啊，你可以就是按照钟表，就时钟表的那个摆位法，12点方向、2点半方向、4点半方向、7点半方向和9点半方向这5个点去排我们花瓣的位置，然后这每一个点呢，这个每个点对应的花瓣，它的尖尖都是顺着这个点儿的这个方向去的啊。那这就是你们练习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去练，但是其实我们上甲片的时候并没有去画的这么的标准。就赤图就是这样子一个5瓣花，简单的5瓣花，呈水滴状，外轮廓圆润，然后往内收的时候往花心收的时候成一个尖尖，露一半出来，到时候我们上甲片演示的时候就清楚了。然后叶子的话是呈外八的这种形式去进行摆位啊，大写的一个8字，外八形式摆位，一大一小呈外八摆开，这个也是在基础课里面有讲过的啊，在叶子的画法组合那个章节。这个摆位是我们用了很多的，基本上这种花瓣加上叶子的组合的，它都是这种外八或者是错位平行啊，或者是做延伸啊，那就在外八的中间啊，然后用这种错位平行的这种摆位方法，往上、往下、往斜方啊，不管往哪个方向，这样子用错位平行的手法去作为一个延伸，越往上延伸的时候，叶子越小。然后叶子这里的形态就是2头尖，中间胖咯，这里就不用多讲了我们可以中间还可以添一些小叶子来给它做一下填空。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蝴蝶结。蝴蝶结它这个地方的话，我是在封完层之后，我们是不是又用微雕胶去做了一个微立体浮雕效果的一种蝴蝶结线条啊？这里的话是画线条。我们首先呢，之前是让你们画蝴蝶结是画三角形，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画一个小桃心，画一个平躺着的小桃心，左右2个小桃心，中间2个 C 弧画个绑带。然后这边给它就是规整一下，这是它的一个基础形态啊，基础形态2个小桃心左右，然后中间留个缝隙啊，2个 C 弧画出它的绑带，然后旁边我们来画一个完整一点的。那这里的小桃心的话，中间那个弧度就不是很深，就是它的线条形态很像一个桃心的摆位，但是它的就是转折的地方不会说很明显，比如说桃心中间那个勾就不会画得非常的深，就稍微的有一点弧度，对，然后线条汇集收拢在中间绑结的位置，留一点空隙出来，好，然后中间给它画出绑带，好，接着我们去加深它就是转弯的2个地方，对，
线条转弯的两个地方是我们需要加粗加宽的，这样子就表现这个线条，哎，它是有一种柔软感，还有就是翻折感。我们可以去画2条，哎，在它的下方我们再去画1条出来。也是线条也是有粗有细，就有点像画飘带的那种感觉啊。好，中间转弯的地方给它加粗，线条搜到绑带那里的时候都是细线条。然后可以画一些飘出去的飘带，也是这样子，2根线条错位平行一下，就可以画出这种翻折面。飘带之前还是示范过很多次了啊。好，这样2根线条就对，这样错位开来，在转弯的地方去加粗就可以了。飘带一定是从绑结中间，绑结下半部分从绑结2侧延伸出来，2根线条错位平行，交错就可以画出有翻折感的飘带。好，这就是我们等一下最后一个步骤用微雕胶去演示的时候会用到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甲面上操作。首先我拿个大拇指来做演示用乳白色先给它整甲涂刷一下，做一个乳白色的一个打底色。这里只刷了1层，照灯30秒就可以了啊。让它有一种透感白底透感。好，照灯30秒就可以了。这里没有修甲片，指尖会有点堆胶，你们在操作的时候可以修一下甲片。乳白色照完灯之后我们用这种灰紫色带点珠光的颜色。没有这个颜色的，你们就可以直接紫色加一点黑色，然后加一点底胶给它稀释，加一点仙女粉、贝壳粉、极光粉这种粉质的颜色进去，或者是你有那种碎钻胶也是可以的去刷成一个斜向的色块，只在我们左上角这个区域来一点让它就是在这个角度之下有一种微微的这种珠光的这种感觉。这边不用管它。好，然后薄薄的刷1层，拿去照灯。好，朱红色，调色卡拿出来，这个朱红色取到调色盘上，它有点太艳了，我们给它加一点黑色，加一点黑色，2个黑随便哪个都行，加一点黑色进去，把明度给它降低一点，好，还可以再加一点棕色呢。好，加点棕色进去。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颜色太深了的话加了一点棕色和黑色。如果觉得颜色太深了的话，我们可以再加一点朱红色。好，再加一点朱红色。好，放在这里嘛，反正都是要用的。这个紫色我们就直接取这个紫色出来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紫色也有点就是太亮了，你也可以加一点黑色，加一点棕色来加一点这个黑色，它就会变灰；加一点这个棕色，它就变成了酱紫。如果说觉得颜色太深你又给它再取一点紫色出来加进去。行了，可以了。色照完灯之后，我们给它上一层水彩磨砂。好，一定要用这种大颗粒挂粉效果超强的水彩磨砂。如果说你实在是保不齐你自己手里的那个磨砂封层到底挂不挂色，你就看一下它挂不挂魔镜粉。如果说它挂魔镜粉的能力超强，就是你刷子扫都扫不下来的那种，那就说明这个封层没错了，它就适合拿来做水彩，挂色和锁色效果都超级棒。如果说你的魔镜粉抹上去它不沾粉，或者是只沾一点点粉，或者是你沾上去的一点点粉刷子一扫就没了那种的话，它的挂色显色效果就很一般，就不是很好。
一定要选这种大颗粒挂粉好的，到时候水彩一上去，显色效果又好，而且又容易涂匀，然后挂色锁色都很不错。那做的东西出来边线又清晰又干净，反正就是很不一样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照灯，照灯时间120秒。磨砂封层照完灯之后啊，起笔控水，取一点紫色，好，取一点紫色，在左上角的位置，我们去揉一块紫色的色块，好，就这样子侧笔平推啊，可以多取一点，颜色清透一点就好了。好，从左上角的位置侧推，侧推，颜色扫到中间来，哎，边上你也不要太靠近边上的，多余的我们就这样提笔。啊，吸走，好，让它有点这边偏紫色，然后接下来红颜色，好，用水给它化开，好，取一点这个红色，我们从这边啊，我们从这个叫什么右边的右边中线这里，好，侧推扫上来，哎，就这样先扫嘛，你得先把颜色扒拉开呀，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它颜色有一点点深。有点点深怎么办嘞？我们又给它擦掉一点点嘛，对吧？稀释弱化一下下嘛。好，哎，就是让它有一点点微微的透红透出来就可以了。就是这个色块，你尽量的给它刷大一点点啊，刷大一点。然后接着继续洗笔控水，把这个边缘给它雾化柔化掉。好，揉一揉，揉一点水圈出来也没有关系的啊，这里。好，揉一揉。揉一点这种不规则的水圈出来也没有关系的，主要是让它的底色里面啊，一边有点微微的泛紫，一边有点微微的泛红，靠近边角这些地方，如果说觉得不 OK 的，就给它擦掉。好，就这样微微的有一点一边泛红一边泛紫的这种感觉。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再一次的去做一个打底，也就是我们主图的位置。主图的位置的话，我们彩绘胶或者是你的这种日式罐装凝胶啊，拿出来白色，用白色。对，这个长椭圆可好看，很温柔，就很适合这种温柔仙儿的款式。好，万能笔取这个白色的彩绘胶。好，在我们刚刚定的点这个位置，那根据我们就是图片上。刚刚根据我们图片上这里的主图的位置在这个空间我们去定个点儿，这是画主图玫瑰。那玫瑰的花瓣转的这个轮廓我也给大家演示了。好，它都是花瓣都是 C 弧，对不对 ？C 弧包裹起来。那首先在中间用笔尖儿划了一个 C 弧，然后反向再划了一个 C 弧，哎，给它包过来。好。那个笔尖压的时候，可以立笔压笔尖压重一点，这样笔痕会明显一些。好，这样，那让它的花心有一种这种包裹的这种卷曲的感觉。然后就接着，C 弧，哎，给它包裹。好，就在外轮廓，好 ，C 弧包裹，好 ，C 弧包裹过来。好，外轮廓就这样。C 弧包裹 ，C 弧包裹，那压笔打 C 弧，把外轮廓做成这种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圆形色块。那看一看，不规则的圆形色块，就是笔痕要看得见。到时候你等一下上色或画花瓣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你这个压的这个笔痕轮廓来，边缘轮廓像一个玫瑰的轮廓就可以了，不规则的，整体的话偏圆形。虽然说看出来外轮廓不规则，但是呢，至少就视觉上这里是一个圆的，不是一个就是歪瓜裂枣，就是东倒西歪或者是椭圆形长缩缩的，不是那种。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它主次主图和次图，那这次图这里是成一个这个五瓣花的这个形式。五瓣花的话，因为被玫瑰挡到了一部分，我们只去画另外3个花瓣出来，也就是去画一半的位置出来。在它的下方一点点下方一点点。好，笔从外面压笔 C 弧，好，左边压笔 C 弧中间收个尖儿，
好，收个尖儿。这个花瓣就是外面圆啊，往花心走的时候变窄。再来这边 C 弧，收个尖儿，哎，好，收到尖尖上去。这边 C 弧，好 C 弧，好 C 弧，收个尖尖。OK， 那这里就是3个花瓣，也就是那个5瓣花的一半位置。然后上面呢，因为是玫瑰嘛，所以说被挡起来了，是看不到的。2个花的位置我们就画好了。接下来把叶子给它延伸一下，叶子在我们的左上角这个区域，然后还有我们的左下角这个区域，然后2个花朵相叠加的这个缝缝啊，左右的这个缝缝区域，去给它画上。首先把这上面的左上角这个位置的，轻轻的拉笔拉个尖儿，重重的压笔往上拖，然后快速的去提笔收个尖儿。那好。就是叶子的画法的话，它就是2头尖啊，中间胖。好，把叶子给它画上，小一点嘛，你不要把叶子画太大了，叶子比花瓣还大就不精致了啊。然后接下来往下方，好，压笔，哎，那好，组合的话我刚刚也讲过啊，外八还有错位平行，外八错位平行。好，这里填一个外八，外八在这种时候它就是一种填空啊，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空了，那我把这个地方做一下小延伸。好，在这片大叶子这里，我们将叶子往外做延伸，哎，越往外延伸越小啊，越往前延伸叶子形态越小。好，左下方这里沿着边缘轮廓往指尖去延伸就可以了啊，只要是把整体构图给它拉长。好，然后现在接下来2个花瓣这里产生叠压啊，产生叠压相交的这个地方，这个缝缝，哎，这个花瓣啊，缝缝里面叶子的尖尖对准2个花瓣相叠压相交叉的这个缝缝里面，好，画一半出来。不够胖，左边 C 弧扩出去一点。好，提笔勾个尖儿出来。那这是一个叶子，那外八形式嘛，旁边再往另一个方向啊，给它画一个小的，哎，往另一个方向去延伸。好，这个位置是不是又被填起来了？啊，如果说你觉得上方有点空旷，我们还可以继续往上方去做一个错位平行，哎，做一点延伸效果。那有大有小。小的除了填空，那也是往外去做延伸牵引的时候，最好画的、最常用的。来看一下整个构图，整个甲面上的一个构图。好，这里画完了之后，我们就拿去照灯，照灯时间120秒，一定要给它完全照干。白色彩绘胶照完灯之后，我们继续给它上一层水彩磨砂。哎，继续给它上一层水彩磨砂。这里你可以整甲全涂，也可以去涂局部啊。放心，这个胶不是硬性胶，是软胶。你就算多涂2层工人胶，也不会增加这个甲片的一个硬度的。它做完之后，甲片还是很柔软的。我可以等一下拿一个甲片测试给你们看。好，现在先拿它去照灯。这个磨砂封层照灯时间也是磨砂封层照完灯之后，取我们刚刚调好的这个红色，哎，给它笔上沾水，把这块颜色给它化开了。化开了，笔上如果水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在纸巾上，哎，沾一沾，哎，洗一下笔啊，沾一下，把多余的水给它控住。笔尖啊，在手上捋一下笔毛，捋顺，捋顺了之后，笔尖去取色，取多一点色粉。好，笔尖取完颜色之后，就跟着我们刚刚打 C 弧的那个轮廓啊，花心给它画出来嘛。好，小钩子嘛，小钩子正反这样子给它，哎呀，勾起来嘛。那一定要这样勾起来啊。然后第一层的花瓣围绕着这个前一笔的这个小尾巴起笔，给它包住一些。好，拉了之后顺着这个线条压笔啊，
侧着往旁边推过去，打一个 C 弧，哎，提一个小尾巴。好，然后水彩在甲面上它是干的特别快的，所以说我们要时时注意啊，时时注意去湿笔控水，特别是笔尖的水和颜色停留到甲面挥发掉了之后，笔尖是很容易干的，因为笔尖笔毛最细，它又不储水，所以说它是干的最快的，所以说我们要随时注意湿笔控水。好，一定要有这个代表精致感的小尾巴。好，花瓣呢之间留着明显清晰的缝隙，能够看到每个花瓣都是独立的、单独的。好，然后到外层的时候，我们可以将颜色开始就是做一下浅化了。哎，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多加一点水，将色粉调的清透一些。就比花心的那个花瓣颜色浅1个度就好了啊。好，笔上继续重新湿笔控水之后取色，好，还是一样的画法。那颜色浅1层，好，围绕着这个轮廓包上去，哎，小尾巴你都可以单独勾一下的。只要是小尾巴的位置都可以这样单独勾一下的，外层花瓣稍微浅一点点。好，小尾巴勾起来。好，来看一下外层勾完了之后，就是一种这样子的状态。这个玫瑰的话，花心颜色比外层花瓣颜色深一点点啊。花瓣外层的话要浅一些，花心的颜色要稍微深一点点。那要有这样子一种过渡感，而且的话，这样子会显得外层的花瓣就是稍微蓬松一点点。有花朵儿这样子，中心就会显得紧密一些，颜色深一点点嘛。外层的话就有一种蓬松感。花的颜色的。那接下来我们把外层揉一揉，你可以在外层花瓣用笔尖在这里揉一个小水圈，大家注意看我揉水圈的这个范围啊，我是绝对不会超出外层花瓣轮廓的，不揉到它的花心，我就只揉外层的花瓣轮廓。那揉着揉着，我还得带两下，加强一下，那相当于侧推，加强一下一些轮廓线。揉的过程的话，主要是想把它的外层变得就这种水圈不规则一些。那你还可以这样在里面这样加一笔，打一个勾勾，就重新做一点浅浅的这种轮廓出来，取色就取的比较少。那加一点轮廓线条出来，勾一点线嘛，让它又有一种微弱的轮廓。好，做到这一步之后，你的玫瑰其实就 OK 了。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再把花心再加深一点，你可以等再去叠加一层，因为颜色干了之后，我们可以在上面去做一层叠加的。那你想要让颜色深一点，你只需要将颜色在上面就这样重复的去做叠加啊，就是从始到终的去叠加。好，然后花瓣给它勾一下类轮廓，轻轻的勾一下，就勾花心和它周围那2瓣，就不要勾多了，只把花心重点表现出来就可以了。好，这个玫瑰的部分咱们就结束。就是我们刚刚这里调的这个紫色，笔尖取一点紫色，还是先把它颜色化开先吧，加一点水，笔上在这个调色那个水杯里取一点水，将就是调色盘上干了的颜色化开，遇水就化啊。然后控一下水轻笔，好，控一下水。控水的方法在基础课里面已经教了好几遍了啊，有2节课都是专门讲这个控水，笔上控水、颜色控水的，还有纸上和甲片上的一个控水量的，大家去看一下基础课，这里就不多讲了。笔尖取一点点紫色，好，在这个5瓣花，笔尖对准5瓣花的花心压笔侧推，好，做一种渐变感出来。那这个花瓣的地方就画好了，
那接着再次笔尖取色，哎呀，取多了嘛，没办法，那就继续笔尖对准花心的地方啊，神龙摆尾，压笔侧推，就这样左右横扫，你找吧，你找吧，左右横扫，因为你的笔压下去，笔腹的位置把颜色这样左右横扫的过程当中啊，压散开了，散开了，颜色出来呈现的一个效果，它就是一种渐变效果，花心深往外越走越浅。好，那到这里，只要你把这个渐变效果做出来了啊，其他的细节啊什么的不用去管，只要你把这个渐变效果做出来了就 OK。花瓣之间这个缝缝勾一下，花瓣的这半边缝缝勾一下。你就是要让它花心深，花瓣轮廓浅。来看一下。那接下来两个花花的颜色咱们就给它上完了。两个花花的这个颜色上完了之后，我们去上它叶子的颜色。叶子用的是什么颜色啦？来，我们现在来调一下叶子的颜色啊。其实这里都还剩的有，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们说一下是怎么调的。墨蓝色，那这个墨蓝取到调色盘上。墨蓝加什么颜色嘞？墨蓝加这个深棕色，好，取一点深棕色，墨蓝，哎，和深棕，哎呦，不好意思，墨蓝和深棕色两个颜色调和，好，自己去控制一下亮啊，你想让它偏棕绿一点，那你就多一点棕色；如果说你想让它偏蓝棕绿一点，就蓝色多一点，那你就多一点蓝。好，调好了之后，我们就用这个颜色来画它叶子的颜色，可以再加一点水，将它的这个颜色状态调成这种就是一种很稀的那种水状的一种状态啊，就是划痕有愈合性，比较稀、比较清透的那种感觉，不要太粘稠。那自己去把颜色扒拉开，感受一下它这个颜色的一个浓度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是在基础课记住那4种浓度的颜色浓稠状态，找准，这样子的话你在后面才能够熟练的运用。重新调完色之后，重新洗笔控水，笔尖取色，笔尖取色直接拔了。那侧推平涂，好，快速的压笔侧推平涂。将颜色带上去，那有一些你可以再叠加一遍，颜色就会深一点。那我们先把第一层给它们都上完吧。好，那颜色都是从叶子尖上拉到叶子底部，叶子尖上拉到叶子底部。好，先浅浅的上一层，就是它这个叶子颜色啊，不要去上太深，太深了会有一种喧宾夺主的感觉啊，不要去把叶子颜色上的太深了啊，就这种浅浅透透的一层，这个浓度的话大概控制在一个水状浓度，或者是到豆浆浓度，那大概接近于水状浓度了，因为很薄很浅的一层。然后我们可以去加深一下这个花朵周围的叶子颜色，就是靠近花朵的这个地方的颜色，我们可以去加深一下。比如说呢，这些小的或者是这个大叶子它的根部，我们这样子去添2笔在原有的那个基础上，我们再去叠一层，在它的叶子底部，
就这样叠一层在叶子底部，那是不是就会有深一点的这个感觉了？好，侧推，就浅浅的去把这些靠近花瓣周围的颜色给它加深。这里主要是花瓣周围它的这个叶子加深，其实就是增加花朵周围的叶子颜色轮廓。相当于就是周围的颜色一加深，它就会更突出。就是我之前也经常说过，它是靠周围的一个背景颜色的衬托，然后让它显得更加的立体嘛。对吧？两个花花中间你着情况而定，看一下需不需要加一点叶子。如果说这里有你的可乘之机，那么你可以在这里加一点叶子啊。这里不是说非加不可啊，就像我刚刚说的，有可乘之机，那你可以给它添2瓣叶子在这里，那就添一下，添在它们中间相交叉的这个地方，看不看得清楚不重要，加不加是我的一个态度。哎，好，然后这里的话搞定了之后，这一步搞定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到了这个款的一个精髓。雾里看花，精髓来了啊！我们取白色的水彩啊，好，白色取到调色盘上面，把它调成一个豆浆浓度啊，这个水量控制，你看一下这个水在这个笔上的这种感觉啊，还是比较清透的，控制在一个豆浆浓度即可。豆浆浓度即可。然后呢，我们在甲面上去画一个飘带，丝雾缭绕，侧推 C 弧，油爆琵琶半遮面，这种感觉啊，一个飘带，把这个花瓣儿半遮住，但是不要超过，遮的时候不要超过它的花心部分，花心这里露出来。如果说你觉得还不够，你还可以在上面再叠一层，但是别叠的太过分了啊！我们又从其他方向又出去，来看一下，好，你画完这几笔之后，轻笔控水，将它中间类轮廓这个弧度。侧推揉一揉啊，或者是重新带一下，改变一下它这个轮廓线的走向。扫到边边上的时候，用笔吸走，擦到纸巾上。好，用笔吸走，擦到纸巾上。对，你在侧推或者是揉边的这种过程当中，你相当于又是重新去组织了一下它的这个轮廓。把这个水边线给它揉一揉，重新组织一下，特别是后缘这里，靠近后缘的这里，带一带，弱化一下。好，往中间扫，侧推一带，好，就是有一层浅浅的白雾，那种烟雾飘渺的那种感觉在里面。这个就是雾里看花的一个精髓。中间飘带中间。可以似有似无的这样子，浅浅给它弱化一下。花心咱们不要忘了5瓣花的那个花心，我们可以用白色，点一点这个小花心在这里面，范围不要太大，就往花心那里点就可以了。好，雾里看花的这种效果，半遮半掩的这个效果。这一步完了之后。如果说你觉得白色这里接的不够多，你可以范围再大一点，但是就是记住，你要么就是把它这个花心部分全部给它露出来，你要么就把它的花心部分遮一半露一半出来。总之就要有一种那种有点小害羞，有点给它蒙了半边纱，就是那种油爆琵琶半遮面的那种感觉。这个自己去把控一下它的一个区域范围啊。这一步完了之后，我们把边边上的水彩擦一擦。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水彩，我们在操作甲片操作的时候过程当中不小心流到甲沟缝里面了。
如果客人手上的话，你一般都会很小心，不会留到甲沟缝里面。那如果说甲片上有时候就会不注意嘛，就是刷到了我们的测底线里面去。这些边边角角给它擦一擦，这里一定要擦啊。边角这个地方不能有堆胶，同样的道理，你的水彩也不能在这个边角的地方形成的色粉的堆积，不然的话容易起翘。好了，擦完了之后，底胶封层正常的一个顺序啊，先上底胶后封层，水彩全部结束了之后先上底胶后封层，底胶整甲全涂，照灯30秒。那这里大家就当做我是上过底胶了，我直接封层，哎，不能再涂亮面了，怎么又拿起来亮面？这里的话，我们直接涂一个磨砂封层。磨砂封层的话，我会选择用这种铬粉磨砂，因为铬粉磨砂颗粒小一点，它对我们下面的彩绘就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粉质比较大，就是那种磨砂质感特强、效果超强的那种。它就是因为它就是雾化效果太强大了，下面的彩绘在上完磨砂之后，颜色就会浅一个度，就看着就很淡，不真实，雾了这种的话，我就比较喜欢顶层的磨砂封层，我比较喜欢用这个铬粉的，它出来也是那种不是那种半磨砂效果是全磨砂效果，但是它的颗粒会细一点，对下层的彩绘颜色影响不会太大，正常的薄薄的去涂一层，不要涂的太厚了。磨砂是不能够拿来做厚涂或者是做微建构的，只能薄薄的，你老老实实的、正正常常的去刷一层。还是要磨一磨甲片的，不磨甲片是不好的这个习惯。好，磨砂封层照完灯咱们再接着画后面的。这里我要用磨砂封层去照灯了。导致等它回流一下刷痕什么的呀留平一下，然后我们拿去照灯。磨砂最后的磨砂封层，底胶磨砂封层照完灯之后，我们用 C01白微雕给它画上一个蝴蝶结。我们可以先去定点勾一下这个蝴蝶结看一下这个蝴蝶结在哪个位置，斜向的这个位置斜向这个位置去摆放，排一下。好，这边一条线拉过来，我们先去勾细线，勾完细线之后，那你就找得到它的一个大概轮廓是什么样子的。就像我们刚刚在纸上面演示的那样。OK， 好，我要开始操作了。笔上面直接挑一坨笔尖上面不用笔腹上面腿那么多，笔尖上面挑一坨微雕胶出来。好压笔侧推，摆放上去。好，最后收尖儿，往花心收过去。压笔侧推，收尖儿，不对，什么花心往绑结中间收过去。连上它，往中间走，过渡到这边。好，这边又出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胶放上去。你们注意是看我的笔尖儿的一个角度笔尖儿的一个摆放角度，以及我的甲片和我的笔是如何配合，找到角度的。好，线条有粗有细，就是这种非常的灵动且自然。好，拉带，好。好，收过来。OK， 收过来。中间画2条 C 弧，这个 C 弧
好，哎，好，就跟绑结一样，这样在中间，我可以画一根粗一点的，再加一条，再加一个轮廓，加码。就是这种微雕胶，它本身就是在封层上面操作的嘛，所以说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大胆的去给它做堆积感啊，大胆的把那种厚重感、堆积感、微立体感给它做出来，要不然它就失去了它微雕胶本身存在的一个特性了。它就是在甲面上去做微立体浮雕效果的，大胆的去齁呢，你看这种太平的地方，我还要去叠一层，放心，照得干的啊。而且照干了之后，不用去单独再封层，它是免洗的。这种免洗的东西，你还可以直接去蹭粉，还可以做立体效果、立体金属效果，蹭魔镜粉。懂你个懂！看没有，是个双层飘带。好了，我们再给它加一点线条。如果说你觉得哪里的胶堆的不漂亮的，那再给它放上去一坨，哎，拉带一下，拉带过来，拉带，好，轻轻的勾带一下，给它画两个飘着的那个什么东东，飘带的这种线条，轻重轻，就是有粗有细，就跟我们以前画那种斑马纹一样，由粗到细，它是有一个过渡过程的，不是一下子就变粗，或者是一下子就变细的。堆积出来。哎呀，这三根我觉得加的不好看，擦掉。我觉得这个弧度画的不是很理想，那就给它擦掉喽，对吧？没照灯，我怕什么？没照灯还不允许我擦啦，擦掉。看你还想要加不？如果想加的话，你就继续往上加，觉得合适了你就停手。我是想要给它画一点小飘带上去的。好嘛，不错。不错，好，就这样子吧，差不多啊。好，就这样子吧，差不多啊。这里拿去照灯，120秒，照完灯就结束。除了大拇指和无名指2个是彩绘主甲以外，另外的3个副甲，我们全部去给它做成一个上下渐变还是乳白色打底啊，用刚刚我们用过的这个透灰紫，给它刷到后缘。好，刷一半的位置扫下来扫到指尖。那你这样扫一下，其实就这样就 OK。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它还是过渡的不够自然的话，雾化的不够自然，你可以用扫扫笔轻轻的刷带一下色块的边缘让它自然的往指尖这个地方过渡渐变。那这样子之后就照灯
腹甲的这个紫色的话，我是刷了2层，刷了2层的话，这个颜色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拿出金箔啊，一个偏紫光的欧泊粉，紫光欧泊粉，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古铜色的这种金箔，那给大家看一下古铜色的金箔。这个颜色不是金色啊，它是古铜色。我把金色拿出来给大家对比看一下，你们就知道了。那金色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没有这种金箔啊，有这种也可以啊，这种颜色的也可以，这种金箔。还有就是你的欧泊粉啊，这种偏这种香槟金的这种欧泊粉，只要是黄光、暖黄光的都可以。好，首先贴一大块在中间。利用我们色胶的浮胶，色胶刷完了之后，照完灯之后，我们直接用它的一个浮胶来将这个金箔块给它贴上去，贴到甲片中间。好，甲片中间抚平。抚平了之后，我们可以在边缘加一点这个紫色的。好，那加一点在边边上。轻轻的用你干净的手，用酒精擦过的手指头，轻轻的给它抚平。有硅胶笔也行啊，但硅胶笔容易把它碾碎。有时候想要碎一点，边缘碎一点，这种感觉的话可以。如果说有时候你想要保持它的一个这个色块的完整性的话，还是建议用手轻轻的抚平。好，做成这样子，做成这样子之后，我们去上一层水彩磨砂啊，记住水彩磨砂，水彩磨砂，整甲全涂，不要包边，做一下小隔离。好，刷完之后拿去照灯。好，然后这个无名指这个地方和大拇指的一个做法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它的一个构图摆位不一样。这边给大家聚焦看一下。构图摆位不一样，蝴蝶结的话是斜着画在指尖的位置，然后白色的飘带就是那个烟雾啊，是从我们的这左上角这个地方啊不规则走了一个 C 弧，不规则有点崎岖，然后下方这里又走了一点点，那看一下这儿，好，然后这个就当做是留给大家的考验了啊，作业检查了啊，这2个做法一样，我只示范了这个你们自己就能够做了，跟它大爱拇指一样，记住。然后3个腹甲的话，底色是一样的，都是乳白色加2层带珠光的那个烟灰色烟灰紫。照完灯之后，这个直接涂就点那个紫光的一个欧泊，然后直接涂亮光封层。然后这2个的话，这个是加了点紫色的欧泊和古铜色的那个金箔小拇指也是古铜色的一个金箔，整体去上了一个水彩磨砂。水彩磨砂上完了之后，我们还是给它做上小渐变。这个小渐变的话，我们要用到紫色。好，取一点紫色。紫色从后缘这个尖角的位置侧推。好，侧推，幅度可以大一点啊。好，侧推，往下。然后颜色趁它未干的时候带到边缘，吸走，吸走之后清一下笔，清完笔之后你看一下边缘的水圈，可以弱化一下，对，不要太靠近边缘了。好，渐变完了之后，它那种紫色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来对比看一下，对吧？小指上也是用刚刚这个方法。小指上也是用刚刚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在侧面的位置去刷一个色块，侧推过渡过去，把这个边缘的水圈，好，可以了，就这样加一个紫色的色块。
等水彩完全干透了之后，我们上底胶和封层。记得边缘不要有水彩的堆积，甚至你可以擦一下边缘，不要让水彩包到边了。底胶整涂照灯包边30秒，封层也是整涂包边照灯60秒到120秒。3个副甲都是涂的亮光封层，2个主甲彩绘涂的是磨砂封层。好，刷。照灯。趁它照灯的这个时间啊，我们来把接下来要用到的饰品先做一个大杂烩啊，会贴到这样子一个鸽子蛋。这个鸽子蛋的话不是最大号，中号吧，多少忘了。这是一个粉色的水晶啊，粉色水晶，好，放到一边去。然后还会用到很多的钢珠。这里的话我们先调一下。免洗封层，免洗封层，调和甾钻胶，免洗封层加免洗甾钻胶，好，调一调，碾碎，搅匀，搅拌均匀。拿一点这种特小号的银色小钢珠放进去，裹一裹，翻炒一下。除了银色的小钢珠，再来一点这种粉色的水晶珠子，就挑几颗放到里面，翻炒一下。粉色当中我们可以来一点紫色的，好，紫色当中也可以来一点带这种蓝绿感的。太蓝了，小一点的吧。挑一点小一点的。好，看一下还小珍珠也来一点吧。先来几颗，等一下不够我们再加嘛。先做一锅大杂烩，好，搅拌翻炒，浑身给它裹满胶，整均匀一点儿。接下来我们就放到这里，等一下备用。照灯之后，食指和小指我们用白微雕给它勾一点线条轮廓在上面啊，还是可以，就是微微像那种蝴蝶结一样。中间不用画绑结，因为中间到时候是会贴钻的，所以说你也不用都画出来。勾点线条什么的，提起来用笔尖轻轻的去勾啊。线条越精致，
出来的效果越漂亮。好，截图看啊，截图看。这边的话就画2条斜向的线吧。好，线条都是往中间拉。好，那这2颗拿去照灯，把中指留下来。中指的话，我们是要贴一颗大葱丸，所以说取一坨甾钻胶，放到我们后缘中间。放上去了之后，把这个大钻先摆过来。先只是暂时放上，调整好它的一个位置形态之后啊，你看一看，好，调整好位置形态，定好，照灯给它固一下形，主要是不要让它乱动乱跑。定完形之后，把这个金底的放上去。OK，好，贴这种大的饰品，还是一颗一颗的贴，贴完之后，一颗一颗的这样子是给它定个形，只要它不要到处乱跑就可以了。定完形之后，我们可以给它贴2个大珍珠，在旁边过渡一下。这2个缝比较大，我们可以先在里面填一点甾钻胶。底部这个大缝隙里面把甾钻胶给它先放进去。再用小1号的珍珠旁边过渡一下哦。OK， 先照个灯定个形啊。小缝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用小号一点的珍珠。安在这种小缝、小三角缝里面。好，继续给它照灯啊。这个是从边角出发，就是把这种角落全部都照到。
如果说要溜缝的话，我肯定会选择拿这个尖一点的笔，因为这个尖尖的笔的话，它溜缝更好探入细节里面去。珍珠到时候可以不用溜缝了，因为本身珍珠我们在经过这样子翻炒过后，它全身都裹满了胶，然后它跟旁边的饰品在贴的时候，身上的胶跟旁边饰品身上的胶就会自动的融合缝隙就被它们自动的填平，就不需要你再去溜缝，而且它身上也有免洗粘钻胶和封层，你也不用单独再去包一遍。你把那个钻的周围包一下。边边上包一下啊，钻的边边。好，照灯。趁它照灯的时间，我们把另外2个副甲的钻贴上。把这些小石头放到中间去。粉的配紫的，再配颗绿的。你瞧，多漂亮啊！漂亮。好了，每一个都贴上了水晶石和珍珠，每一个都贴了一点。这里的话还是要聚个焦，给大家看一下。对，你们看不清楚的可以截个图啊。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繁琐的步骤，要把这些小钢珠，非常小的小钢珠去拼成一些链条。哎呀，这个步骤非常繁琐，就不录了啊！大家都知道，小钢珠一颗一颗夹上去，拼成一条线。不录了，还是小小的示范一下我这个钢珠是怎么贴的。拿线笔取一点免洗粘钻胶。在你要贴的这条路线上面先扒拉一根线出来。对，先用这个粘钻胶走一条线。你走的这条线就是你的那个小钢珠要拼的那条线。好，把胶放到这条路上面。OK， 放上去之后，多余的胶刮掉。取这边已经被粘钻胶和封层裹满了的小钢珠，依次放上去。拉线笔挑起来放上去，拉线笔挑起来放上去，然后它会跟底部甲面连得非常的牢的同时，小钢珠和小钢珠之间也会连得非常的紧密，因为它们身上的那个胶只要一碰到就会自动融合，胶与胶之间你融合了过后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缝隙的。你可以就是说先放上去，放上去之后，我们后面再去调整一些细节。好，摆整齐一点。中间有一些太稀了，穿插一颗进去。不听话是不是？
好，然后照灯把这条定个形儿，快速的定个型之后，赶紧又去做第二条。好，不演示了。贴好钢珠，照灯之后就结束啦，非常唯美的一个款式哟。我感觉这个款式还蛮适合鲜花新娘的那种新娘甲。真的好漂亮，好唯美哦。好了，赶紧动手操作一下吧。